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。谢鼎之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 这招叫什么？这一招叫沐雨。果真像一场漂亮的剑雨。我师父留给我的玄风剑，也曾经想这样，可惜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。剑刀一用。 叶教主好武功，你以为你找到了最好的机会，可面对我，你没有机会。不，我始终知道，机会还没有出现。 这才是机会。似乎是演练千万遍才能有的和气，可却又有第一次拼尽全力使出才有的决然。或许这就是剑客之间的默契。我曾经也想成为这样的剑客。 老王，对不住了，刀断了。我说了，你们躺。我在血剑里藏了一道剑气，你再不想办法，他就要把你的五脏六腑搅碎了。 在用功，想要逼出那道剑气。快来个人，过去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就行了。没办法的，那一剑我们二人谁都没有留后手，机会就是这样，从来都只有一次。不对，
我们还有一个人没有动手。娘娘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怕我会心动。娘娘，这位就是叶鼎之的心爱之人，叶文君。月瑶姑娘好，我听云哥说了，你是东君的心上人，果然真的很是貌美。叶姑娘真是好美啊！是啊，是那种会让天下大乱的美。 文君，若是当年我回天启城时，多打探一下你的下落，或许今日不会如此。不必自责，东君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。师妹，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要回家了，就此别过。 我护你回去吧，那里有太多不该前往的人前去。东君，你也是不该去的人。你该去的地方，应该是喧闹富饶的黔东城，或是风花雪月的雪月城。你为我们做的已经足够多了，你再踏出这一步，便是与天下为敌了。 云哥不希望看到这些，我也不想看到这些。可云哥不能死。如果当年能说服他不带我走就好了。如果当年草庐内我的内心能更坚定一些就好了。 可惜没有如果，这一切终究都是我的错。娘娘，我也想劝你。师兄，若他再唤我一句娘娘，你就杀了他。好。 没想到，最后杀死我的人竟然是你。就像我曾经杀死那个身为叶小帆的我。你为什么要做魔头？为什么要挑起战争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这一生似乎都在失去，我接受不了这种失去了。你走！ 我
你走，你往男爵走，一辈子都不要回来！我帮你拦住他们，你给我走！你笑什么？我想笑就笑了。你们几个真的是太好笑了。也罢，老爷呀，当初我不把你一个人丢在王府就好了。是个傻孩子呀！现在不觉得可笑了吧？你们带上他走吧。我自认为我的口才比娘娘、比伊文君要好些吧？为什么听她的，不听我的？因为他相信易文君，不相信你。有道理。杀气，他们是去杀云歌的。不，我不会听任何人的。看来东君，他下定决心了。没用的，他们想要的结局，终究只是一场碎梦。你来了。我来了。我很想你，我不是。我知道。如果当时我再多等你一会儿，等你回来问我……没事，我回来了，我现在回来了。真好。这些年来，我想过无数次我们重逢的画面。
现在你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时要更美好。文君，我很想你。谁？云哥，我来了。上一次我们3人相聚的时候，还是在听白羽剑仙的故事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纵剑莫回头。话说这白羽剑仙，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2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9仙，那我就去做那9仙。那好，我们一9一剑，快意江湖；一9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纵剑莫回头。英雄美人终百古，空一年少并配游。却说前朝有位白羽剑仙，一人一剑，斩天启牌匾，破万千铁甲，携弟子离城而去。同时见到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，和一辈子最值得托付的兄弟，叶鼎之身上的魔气终于慢慢褪去，心中执念已破，不再是鬼仙境。这不是件好事吗？是好事，可执念已破，也就意味着他变回了以前的叶鼎之。若是以前的叶鼎之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和如今他的好兄弟和心爱之人所面对的困境，不会再有第2个选择。江湖路虽远，却有踏尽之日。心中梦不灭，
起之时，白羽剑仙传已到此终结。谁又会是下一位剑仙？真想回到那时候啊！云哥，云哥，云哥，本以为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没想到竟还有如此功力。他这是在散功，他将自己一身的内力都散去了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无论如何，叶鼎之都是一个值得敬佩之人。云哥，云哥，文君，云哥，当年你走之后，我一直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我，让我越来越绝望。所以我决定拼尽一切，也要再次把你从那里带走。云哥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先离开这里再说好不好？但有句话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从来都相信你不会主动离开我。我这一生也未曾怪过你。我知道的。东君，我的孩子安世，还有那些随我从冰原来的人，都拜托你了。云哥，云哥，我的命就这样。陛下，来了。800里急报到了，师兄他赢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？赢了是好，但他把叶鼎之带走了。哎呀，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。若是早都换我去啊！算了，换我去我也打不过叶鼎之。大师兄为什么要把叶鼎之带走？因为他认为还有机会矫正错误。可很多人因为叶鼎之而死，或许不是他杀的，但因他而死。我只能说，根源在更深处，不在叶鼎之。那些在南境、北境中战死的士兵，那些在与魔教交战中死去的江湖人，他们和那些恩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？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叶鼎之一样。说得好。说得真好。李姑，李公子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说得特别好，特别有我们暗河的风范。要不然你换个姓吧，叫苏寒衣。我们苏家欢迎你。谁要去你们那儿当刺客？当刺客有什么不好的？
对吧，沐雨？一个人杀不了叶鼎之，我与你同去。这信上都说了，天启臣2大守护李新月和姬若风联手都撑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你们能行？那加上我们够不够啊？天山派王仁孙，无名剑叶小凡，无双城宋叶回，还有望城山王一行。不是，他们几个我理解，王一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师门有命，我不得不来啊。去吧，要保重啊。其实，很久以前，他还住在姑苏城外的时候，我曾碰见过他。那时我还小，自己偷跑出雪月城游历，他教了我几招剑招。我问他，他是谁？他只说自己是江南的游侠。我那时很仰慕他，就像当年的叶小凡一样。但有些事情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是无法回头的。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我与洛清扬约定，离开天启城后，我们分2路南下，在姑苏城相见。之后，云哥带着文君隐居，我们另做打算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北蛮和南绝都响应了魔教之事，只要云哥不出现，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？北蛮和南绝都有自己的目的，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如今北离3面是敌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班昭胜了他的时候，你是北离的英雄，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，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会放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嗯。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离所灭，疆土纳入北离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；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离。昔日的西楚大族晏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
成为了北离西南道最强大的两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离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二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五爷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顾剑门16入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化洞，奋战修入白衣最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行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
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起开！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。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生文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哼，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
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最名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是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追须强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
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。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。女人？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下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街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侄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大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嗅一嗅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
姓顾。所以说，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，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要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
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你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明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。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询问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
他刚才说的是，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只是人世中的凶徒，可来做交易的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沈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。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啊！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哎，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叫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
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？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学来的。我知道你了，生遭官法，死谏阎罗，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 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 你叫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。 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 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得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。 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 学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！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灼墨刀炎雷梦莎？
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！不要！罗王，苏月，鬼啊，有鬼啊！那鬼又来找我了。没有鬼，夫君，没有鬼啊，放心吧。鬼啊！做梦而已。我去给您倒杯水压压惊，我去就来。夫人，你慢点啊！死者的右脚脚踝处有2个小孔，应该是死于蛇毒。身上的淤伤是摔下山坡所致，并不致命。初步判定死者死于意外。没有别的线索了吗？死于蛇毒还需要什么线索啊？双叶姑娘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再多检查检查。您看啊，死者是崇义坊的丹纱大户刘掌柜，我们已经同他们家人联系过了。家人说他出门前带着价值不菲的丹纱，现场找不到，而且我们在他身上也没找到钱袋。对啊，我们觉得劫杀的可能性更大吧。我检查过了，真的只是蛇毒，钱袋不见了，你们自己再调查呀。我赶着回去呢，我那只雏鸡都快腐烂了。你们再检查最后一次。哎，这钱袋和丹纱不见了，我们真的没法解释啊。钱袋不见了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你再查查吧。哎呦，双叶姑娘，您再检查最后一次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听说你们在找钱袋是吧？我在那边看到一个好像钱袋的东西，我也没敢拿，你们去看看是不是啊？是吗？走，去吧，快来，去吧。欢迎品尝凡社最新推出的私房菜。你做的吗？好吃呢就是我做的，不好吃就是李师傅做的。李师傅做的。我觉得吧，是四娘做的。什么啊？是罗员外。昨天夜里，罗员外的夫人莫名的死了。关我什么事？罗夫人是当今礼部侍郎的千金，所以案子尤为重要。哎呀，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我刚刚，前天你在城墙底下变戏法，骗走了3个小孩不少零钱。昨天你在烧饼铺趁老板给人找钱的时候顺走了2个烧饼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。前天你骗完钱跑了，几个孩子一直哭，把父母都哭出来了。是我给的钱。昨天烧饼铺你前脚走，老板后脚追，也是我给你垫付了钱。这些是完，可你欠我钱的事没完。李志，我这个人最喜欢为朋友两肋插刀了。说吧，我们从哪里查起？跟我去罗府一趟。好的。
我也去吧。既然好吃，就吃完再去吧。好好吃，慢慢吃。这里还有一盘，管够。怎么样？死者鼻腔有血，尸体上没有任何外伤。至于具体死因，一时半会儿还不好确定。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去，进一步查验。最后一个接触死者的就是罗员外，先跟他聊聊。几位请，几位请。是。你了肉呀，你们家主人这是怎么了？我家主人已经这样有一段日子了，像是发癔症似的。他老说自己被鬼缠上了，说每天半夜都有鬼来找他，还能听到鬼叫。夫人在世的时候，请了庙里的人来超度，也不见好。鬼叫？什么鬼叫？就是。主人一直说我们宅子里在闹鬼，可整个罗府上下只有主人自己听到了什么鬼叫，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一开始还以为有人装神弄鬼吓唬主人，把官府的人都请来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查到。人家都觉得是我们主人精神出了问题，把我们给训了一顿。官人，官人呐，官人呐，你可以救救我呀！有鬼！我这里有鬼啊！就是那个鬼，他没能杀了我，他就杀了我的夫人啊！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啊！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官人，鬼，救救我！你说的鬼到底是什么？小孩，有小孩在哭，还有女人的哭喊，缠着我，他们都缠着我呀！让我打命来，每天我都这样啊，我受不了了呀！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变成了这样？这样还能闹鬼呢？我看过了，这宅子里的风水布局不赖啊。你又知道了？那当然。哎，我说李少卿，我还饿着肚子就被你拉出来探案，人也问了，地方也看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下饭填饱肚子？那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这个案子还是有太多疑点，实在太过诡异，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啊，走着，走。请。四娘，四娘，四娘，哎，有什么吃的吗？快点，快点，我实在饿死了。除了吃的，你还知道别的吗？切，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这次案子，我想没那么简单。很棘手吗？那个罗员外说他家里面闹鬼，而且还神神叨叨的，说到最后连饭都没给吃，小气死了。除了吃，你还会什么？上次家宴的时候，我还见了罗员外和罗夫人一面，那时候还好好的，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。紫苏姑娘不必伤神，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，吃饱了喝美了，才有力气探案呢。这态度差距也太大了吧！最好了，四娘，我给你揉揉肩。老大，老大，你们猜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有什么就快说。我在东市啊碰到了给罗夫人葬礼采买的家丁，我跟他闲聊的时候，他无意中说，这罗夫人的死，全府上下包括街坊邻里都非常难过，但只有一个人会非常高兴。什么人？她是一个叫青燕的妓女，听说她跟罗员外一直不清不楚，而且这个罗员外跟罗夫人提过要纳她为妾，被罗夫人给拒绝了。听说这青燕对罗夫人一直怀恨在心。不是吧？罗员外不像是这种人，他是我爹的门生，
我爹说过，他打小开始就是个敦厚老实的人啊，这肯定是谣言。你说的对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正所谓无风不起浪。三炮、萨摩，你们去找青燕了解一下情况。好吃的呢？青燕呐，有2位大理寺官人找你问话，千万别给我惹麻烦啊！去。你就是青燕姑娘？是。这位官爷有什么事吗？你昨天夜里在什么地方？昨天夜里，我有事情外出里的。可有人同行啊？没有。那昨天夜里罗员外的夫人被人杀害了，你可知道？我确实不知此事。这与我又有何关系呢？我听闻你一直想嫁进罗家，却几次都被罗夫人拒之门外。你们是在怀疑我吗？那你就告诉我们，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昨天夜里，我去永安坊云轩客栈陪客人唱曲，不可以吗？2位官爷，请回吧。三炮，你找人密切盯着他。放心吧。李少卿，你们来了，是不是苏玉的案子有什么进展了？罗员外，你与那个叫青燕的姑娘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啊。那昨天夜里，你没有约她出去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啊。哎呀，最近府里鬼怪闹得厉害，我连觉都睡不安稳，哪里还有心思想这些呢？自从苏玉不肯答应青燕进门开始，我跟青燕就没什么来往了。那今晚我们来帮你捉鬼。他想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来为主人驱鬼，非常高兴。你俩先去吧，我四处看看。有鬼？有紫苏保护你呢。去吧。各位官人，这边请。请。哎呀，李少卿，你们能来帮我驱鬼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罗员外，这世上是没有什么鬼神的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这人呐，亏心事做多了，就容易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罗员外，您扪心自问呢？我罗某人一生清贫，最近几年才稍微顺风顺水，搬来了这个大宅子。但是来了之后，却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上啊，隔三差五的就会闹鬼。哎呀，不知道我是不是注定只能做个寻常百姓啊？李少卿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帮帮我，抓住那只鬼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啊！你有病啊！好诡异啊，老大，我有点害怕。到前面去看看。啊，去，好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傻？
不是我。走，分头查一下。鬼要出来了！救救我！真的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罗员外，罗员外，这房间除了您并无他人，您放心吧。李少卿，李少卿，睡得香啊！守了一夜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至少我还查到了这些，这些是青燕写给罗员外的书信，最后一封竟是在几日前。罗员外在撒谎，感觉这里头一定有猫腻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我派去盯着青燕的人说，刚刚青燕出城了，好像是去了一个江湖郎中家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就这儿。怎么是你们？能和我们说说你来这儿是为什么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大理寺来查案的。先生，敢问他来找您所为何事？这种事情还是请您问他本人为好。不用问了，青燕姑娘，你正怀有身孕吧？进一步说，你肚子里怀的孩子，正是罗员外的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发现你有不明显的保护肚子的动作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在我们查明真相之前，你是犯罪嫌疑最大的人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怎么样，死因查出来了吗？我解剖了罗夫人的尸体，死者肝脏肿大，胃肠穿孔，疑似中毒而死。中毒？应该是，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毒发症状，药典里也查不到有关的记载。怎么样了？昨天青燕已经被暂时关押，现在我们只要找到罗员外的犯罪证据和作案手法，基本就可以定案了。你还在怀疑罗员外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怀疑他？我们去罗府调查的时候，他刻意隐瞒了一直与青燕交往的事实，而且青燕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都相信他的为人。哎，小姑娘，办案子的时候可不能意气用事哦。老大，不好了，罗员外家又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他的奶娘刚刚被发现暴死在房中，她的死状跟罗夫人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你快叫上双叶，我们马上去罗府。死亡时间是在昨晚，死状与罗夫人相同，尸体上没有外伤，鼻孔内有血，且齿龈糜烂，
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个凶手犯案。青燕昨天已被关押，这么说，嫌疑人就只有罗员外了。罗庭云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少卿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们已经验过尸体，你伙同青燕毒死了你的夫人，如今又毒害你的奶娘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少卿，我冤枉啊！我昨天夜里一直在书房练字静心，这哑仆一直在为我研墨，可以为我作证啊！一个哑仆又说不了话，证明不了什么。官人，我真的冤枉，我冤枉！来人，我立即封锁罗府，是3日之内不得有人外出。是。官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！哎，萨摩呢？听你们的描述，这2起案子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。没错，不管是从犯案时间还是作案手法，都看起来是一名凶手所为。既然青燕被关押了，那罗员外的嫌疑就更大了。现在只是缺少证据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奶娘呢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子素，告诉我罗员外的家世，越详细越好。罗员外在考取功名之前是个教书先生，家住在长安城郊的一个小镇子上，现在应该没什么亲人了。罗员外在及第之前曾与家乡的一位姑娘有过婚约，但那位姑娘病逝之后，在家乡也就只剩下奶娘一个亲人了，所以他及第之后便带着奶娘一起来到了长安。关于那位病逝的姑娘，你了解多少？这个恐怕要回去问问父亲。又是你！上次我不是说了吗？病人的情况无可奉告。我不是来问千燕的事的。哦，那是你自己要来看病。有些问题想请教你。啊，进来说吧。来。一大早上这么勤快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早上起来，你看到子苏来过吗？我这才刚睡醒，你认为我知道吗？萨摩，让人打听的事怎么样？父亲说，那位病逝的姑娘并非是什么达官贵人家的女儿，就是罗员外的结发妻子，之前是个戏子。家中还有个弟弟，他死的时候弟弟才7岁，他的忌日似乎就是这2天。当时他特别惨，肚子里还怀着罗员外的孩子。
他的弟弟有下落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去世之后，他们便举家从镇上搬走了。李治，快把秦燕放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能乱放人。把他送到罗府去，告诉罗员外，青燕怀了他的孩子，并且想打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听我的，只要你把他送过去，今晚凶手便会水落石出的。罗员外，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人，我想你见到他会很高兴吧？进来吧。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罗老，我是青燕。就是你，就是你害得我没了老婆，没了孩子，连从小照顾我的奶娘也丢了性命。说，每天晚上那个鬼到底是不是你？你来了，我们所有人都等你好半天了。你这又去哪儿骗吃骗喝去了你？我去街上准备今晚抓鬼的东西。捉鬼？捉罗员外家的那只鬼。啊？凑近点，咱们干脆就来一个将计就计，故弄玄虚。咱们今天晚上先没有在家里。姐姐，是你吗，姐姐？哎，谁在说话？是你吧？得了吧，
都在江湖上，你骗谁呢？你假扮阴人，待在罗员外的身边，取得他的信任，而每天夜里又装神弄鬼，想要让罗员外的精神受到折磨。你做的这一切，是为了替你姐姐报仇。哎，奇怪了，主人睡下，仆人们都在后院，他怎么有机会装鬼吓人呢？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了。大家跟我来。紫苏、双叶，听到请回话。我们听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第一次来到罗府的时候，就觉得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特别。罗府整个院子就是一个圆，而围墙由磨砖对缝砌成，光滑平整，弧度柔和，再加之围墙上端覆盖着琉璃瓦，人声不会散漫消失，造成了回音的效果。罗员外，你听到的鬼声就源自于此。没错没错。所以说，每一次闹鬼的时候，其实鬼根本就没有在屋子附近，而是在府里的另一侧。那素玉和奶娘的死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来了。哎呦，他这院子太大了，累死我了。三炮，我让你找的东西，你找到了没有？罗员外，这就是三炮在亚婆的房中发现的。这不是？这是丹砂，是提炼水银的原料。医用丹砂纯度低，少量服用可安神定惊。高纯度丹砂有剧毒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前不久，崇义坊的丹砂大户刘掌柜惨死，随身携带的丹砂失踪，钱袋却没丢。想必他是你杀的第一个人吧？还有，我查看厨房时，在食物和亚婆的身上都闻到了轻微的丹砂气味。郎中确认罗府的调味料里有丹砂，长期服用会导致精神萎靡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不要来！由于罗员外心中有愧，听到怪声加剧幻觉，越发相信厉鬼缠身。只是如此还不致死。我在罗员外卧房门外发现了少量烧灼过后的残渣，双叶查验确认，正是丹砂。高纯度丹砂以火烧之，就会化为剧毒蒸汽。事发当晚，罗员外在房中吸入少量毒气，精神焦虑，身体不适。夫人出门吸入了大量剧毒蒸气，当场怒发身亡。你就用这种方法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残忍地杀害了罗夫人和奶妈二人。你怎么下得去如此毒手？亏你有脸问得出这样的话！放开我！15年前，你考取了功名，被礼部侍郎看中了，选你做了他的女婿。可你有考虑过我姐姐的感受吗？你为了攀龙附凤，就狠心将我姐姐抛弃。我姐姐为此抑郁而死，她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当年还有那个奶妈，她不停地在我姐姐耳边煽风点火，说什么不要耽误你的仕途，要为了你的前途考虑。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你的院子，你的官位，你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姐姐和那个孩子的性命换来的，你知道吗？
都是我姐姐的性命，给你换来的一切。真是没想到，罗员外身上还有这样的故事，最后落得了如此下场。像他这样的负心汉，我说啊，就是罪有应得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个人的选择啊。哎，那个姑娘呢？好像是叫什么青燕，她怎么样了？听说光明正大的嫁进了罗府。罗员外说，曾经犯过的错，不能再犯第二次。他会好好照顾青燕和孩子。那她的孩子保住了吗？多亏了萨摩。哎，萨摩人呢？哼哼，给我吃一口。嗯。嘿，你。这么晚了来找我干嘛呀？还不是老大让我来问问这尸体的事儿，吓死我了你！你说这大半夜的，你也不怕他诈尸？你回去告诉老大，从伤口的腐烂程度来看，少说已经死了3天了，断无复活的可能。那他背上他背上都是鞭伤，新的加上旧的，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。这小妾尸斑明显，眼睑有血，是因为鞭子打到了喉部，痉挛引起的窒息而死。那这么说，咱们除了纵火案，还得多破一杀人案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凶手申安林的用处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上哪儿去找去啊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嘞！鬼火，是鬼火！此事又是此事，有鬼啊！客官，这边请。哎呀，可来晚了啊！您坐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就这么照顾我繁盛的生意的？客官，您的脚。你太厉害了！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找他们找了好久。小绿、小黄，太调皮了，爸爸好想你们。这是小绿、小黄的尸体，他们的前世。李少卿在楼上等你，好好办案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办案费我替你收。我这就去趟东市买点元宝蜡烛，办个风光大葬，祭奠小黄小绿的在天之灵。耶！哎，这次找我什么事啊，李少卿？昨夜子时，薛府起了大火。你们大理寺现在管得也太宽了吧？
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夸奖你们。你看，你看，来我们这儿的客人经常都说什么鬼火啦、报复啦，一套一套的。这安抚之后就是薛府。你看这两人有什么共同之处？安政委作恶多端，这薛之瑜可是清廉之人。这两人当年同年从贡士考取了进士，现在都是翰林。紫苏姑娘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们有所不知，家父也是当年的进士之一。如果这是人为纵火的话，恐怕上官家也会被牵扯进去。这几位可有共同的仇家？我昨日问了家父，听说他们当年有一个考生，年纪比他们都大一些，一同考取进士落榜之后，就扬言谁要考中就一把火烧死谁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此人所为。当年考中进士，现在仍旧住在长安城的还有谁？除了我上官家，还有一家，就是柴府。哎，你说四娘，能不能打听到当天落榜进士的下落呢？抽筋从你工资里扣。什么？哎，怎么这回不找我们老大要了呢？看在紫苏姑娘的面子上，多谢。你应该谢我。老先生，来这何人？啊，我们跟你打听个人啊。去，都给我退下！本官还有要事。本官？行了，你们不要跟他说话了。阿婆，您知道鱼子池在哪里吗？啊，你们身在山中，识不得呀。他也死2不在，夫肉安能去自逃？这个人呢也是可怜，自打落榜，他可是疯魔了有些年头了，好好个人，唉，落榜，荒唐！妇人之仁，岂可信乎？我读书40载，等他们都死绝了，就剩我一个人，我就是当今皇上的宰相。撤！哎呀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李少卿，陛下召见。三胖，先带他回大理寺。哦。哎，我说那个，我来啊！我权杖，这边，我权杖还给我！摇彩啦，摇彩，只需20文。哎，摇彩啦，只需20文。波浪鼓、大空鼓、淘鸡泥狗，出手就有了，出手就有。好，哎，淘鸡泥狗只需20文。我也玩这个。你喜欢它呀？20分。给。啊，转这个。拿着吧。我要玩这个。这哨子多好呀，你吹的它还能响。我就要玩这个。你自己手气不好，你还怨别人？哎呀，快走！咦，娘娘驾到！娘娘怎么会来火神庙办事？最近老失火，娘娘想必是怕烧到宫里了。旁边那位厉公公是娘娘身边的红人，听说要升任大内总管了。
萨摩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案发现场的防火服就是从这火神庙来的，这线索懂吗？你说你这个人啊，哎，哎，你看，这道是火神附体，直马上脑。听说还打死了一只虎，老神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可惜呀，这门手艺快要失传了。这道人好厉害啊！玩个点火的把戏就能挣这么多钱？点火？相面堪舆，不灵不要钱啊！再在这儿，让道士放火神烧你！就是，快走快走！别等了，快走吧。我来。你有问题。秉严道士，我问你啊，安府和薛府的弑火案，你知不知道？木能生火，火夺木焚，强木得火，芳华其完。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得懂的？你给我说人话，不要跟我聊五行。我乃世间真气。我问你，这两家的火是不是你放的？不是，小的只是个道士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你不是有纵火的神力吗？啊，可是我也没烧人房子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。看着我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，小的说的都是真的。小三炮啊，小三炮，哎，你不会真的觉得这火是道士放的吧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哎呀，我都几天没吃烧鸡了，肚子好饿呀，饿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萨摩多罗，我可不是我老大，每天拿着自己钱来补贴你。